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本禁忌的真相。作者呢是一名医生和心理学老师，他称自己为星际种子，他的名叫杰森·奎特。所谓的星际种子呢，意思就是说他的灵魂其实是来自于别的星球。奎特呢是阿冈昆萨满的弟子，他是一名精神科医师，还是一名异次元探索者。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呢，就能够将自己的灵魂离体穿梭于异次元世界，甚至还能够接触到异次元世界中的生物。一开始呢，奎特觉得去不同的地方探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重大事情，比如说地球呢有可能会遭遇世界末日的场景。在旅行的时候呢，奎特还遭遇了一股奇异力量的攻击，差点呢把自己的小命还搭进去。奎特将自己的前世记忆以及种种经历一一都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在书中呢，就告诉了所有人许多无法理解的神秘现象，比如远古文明、轮回、外星人，比如宇宙等等等等。而奎特在书的一开始就说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或者是神秘的势力，所以书中所讲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奥秘存在，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呢则觉得是胡说八道。让我们进入奎特的故事，禁忌的真相。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事实上，超自然现象并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接触到的，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我们的肉眼真的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吗？他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轻松包容的去阅读这本书。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呢，也许你也会感受到作者所说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在第一章呢，奎特就提到了轮回的理论。他说，每一个灵魂在轮回前呢，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呢，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所以如果他们过得很好呢，那么我们恭喜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剧本写得好。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困难的那些朋友们你们也不要气馁，因为要相信自己的选择嘛。你在选择剧本的时候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好的东西在等着你。除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剧本也可以选择你投到哪一家去，谁来当你的父母。这种抉择的过程是否真的存在呢？但更多的人其实已经忘记了。杰森说或许是因为自己是星际种子的缘故呢，才会对自己的经历有印象。他不但记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切呢，还记得在转世之前他所在的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天堂，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是我们在转世前灵魂被转移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不是一个物质星球，而是由星光体组成的世界。他说，在我童年的早期呢，我其实就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的回忆呢，杰森就记得他和许多的婴儿一起沿着走廊在爬行，这让他想起了1980年代的机场。他说那里铺着地毯，带领我们走过这些走廊的是不同的女人。杰森说，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女性就很像我们现在的空姐，她们身穿制服，看起来非常的正式。而我们呢，有很多人，有所有不同的种族，都爬下这些走廊。妇女们呢，正在引导着这些婴儿流动，就像是有一点像婴儿高速公路。这段回忆中呢，杰森似乎只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杰森说，我们用手和膝盖爬行，但是对这种婴儿爬行的记忆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但从一个对生死没有真正认识的婴儿的头脑来说呢，我是被允许感知的。当他和其他婴儿一起爬行的时候呢，其中一名妇女就指示他走到了另一条走廊，对他说呢，是时候选择你的父母了。一种压倒性的喜悦和幸福感就涌上了他的心头，就好像我很高兴再次进行这次旅程。杰森说呢，我曾是超级兴奋的。然后女人把他带到了这条走廊的许多门之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为他打开了门。他说这扇门很小，而且建造的只有一个孩子可以进入。这个房间让我想起了电影院，这里面非常大，而且很黑暗，有高高的天花板。杰森说，我于是就看到了前面一个圆形的光之门打开，我在他的前面坐了下来，即将成为我父母的各种形象和场景就突然出现在了画面上。他说我看到了他们结婚之前，我还能够看到我的父母他们在婚礼前和婚礼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说在那之前，其实我对他们已经就有了认识，其实在这一刻我已经就选择了他们，我选择了他们作为我的父母，于是就再一次感受到了爱和幸福，看到了我未来的家人，我非常的高兴。他说看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突然发现自己被拉了过去对着他们，就好像我被拉过发光的那个门户一样。
但是这不是他出生的时刻，或者更准确的说呢，他说那不是他重生的时刻。他说他看到母亲的照片的当时呢，那个时候母亲没有怀孕，相反他的意识，他的灵魂是被植入母亲的胎儿之中。当他长大可以说话的时候杰森就经常告诉他的母亲就说是不是你很高兴我选择了你呢？他的母亲会微笑的告诉他是的，但是母亲并没有意识到他说话的重要性。他说时间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存在。杰森说时间更像是一个物理对象，而不是一个概念。过去已经发生，并且未来也其实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说，人生都是已经是8、9不离10确定的，但是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记忆被抹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新生活。但有些人会保留一些记忆，以便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经选择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道路。杰森还解释了呢，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特定时刻，记忆就会出现，礼物会出现，以及觉醒，事件呢也将会展开。这将改变我们并引导我们走上我们的道路的选择，这是为了让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杰森说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一家人呢，是因为他们之间彼此会存在着很深的羁绊。那这个羁绊与他们的前世的经历都有关，还有未完成的因果有关。当选择完成之后呢，杰森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进了一个充满光的门，就这样他就出生了。每一次转世的时间间隔都是不固定的，有的时候时间很短，有的时候会非常长。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灵魂在转世前呢都停留在那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星光体的那个区域。在那里的时间呢，和我们这个物质实体所在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除了时间的计算方式不同之外，有时候你还迟迟不转世，可能呢你是在等待谁，等着这一世即将成为亲人或者是朋友的灵魂。大家都聚齐了之后集体转世，这就是前世的缘分。杰森说灵魂之所以不断的转化，一是因为灵魂之间相互束缚，为了偿还彼此的债；二是因为他们想在物质实体中修炼净化灵魂，让灵魂一步一步的提升至更高的层次。这或许就是生命的真谛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存在，他们会在我们迷路的时候呢给予我们帮助，而这些存在呢其实就是高我。由于杰森是星际种子的缘故嘛，他的身体素质他就觉得与众不同。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可以使用星光体旅行。星光体出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当星光体出体的时候呢，灵魂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可以随意移动。他说傍晚时分呢，杰森就会觉得被什么东西牵着走，将他从体内拉了出来。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说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就在他的身后，而这个人把他带到了家里的另一个地方。虽然这里并不是他现在的家，但是是一座完全不一样的房子，仿佛那个人要把他们生命的过去展现给他看。杰森还回忆到说，在前世的另一条时间线上呢，他说我的父母将我送给了另外一个种族，那些东西看上去很恐怖，他们长相是半兽半鸟为特征。当时他说我就歇斯底里的大叫起来，我请求我的父母不要把我送给他们。但是杰森说我父母的目光充满了憎恨，他们说他们不要我了，再也不想见到我。而我也认为这个梦呢是基于真实的事件的深刻创伤，是发生在前世的事情。杰森正是凭借着这个星光体出体的这个技能呢，第一次穿越来到了古埃及。他在古埃及还见到了木乃伊的制造，以及见到了半人半兽的神，还有鸟头人身的神，以及石棺中的牛头人身的神。而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古埃及人所说的那个太阳神其实并非我们所知的那种有形之物，而是以光的形态出现，很刺眼，所以大家才称呼他为太阳神。不只是古埃及呢，雷姆利亚大陆、亚特兰蒂斯，杰森都去过。除了穿越回去呢，杰森在一次星光体的旅行中还成功的穿越到了未来。他穿越回去之后呢，眼前的景象就把杰森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看到整个世界仿佛化作了一座修罗地狱，世界的天空一片赤红，仿佛被烈火焚烧过一般，地面呢一片焦黑，放眼望去呢，到处都是一片荒凉，一片狼藉。而就在这一片荒凉之地呢，残存的树木也被焚烧殆尽，整片土地呢都如同天空一般赤红。在一片空旷的平原上，杰森居然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地底堡垒的东西，那里呢隐藏着一些零散的人类。而杰森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说这一幕很像是一场核战之后的场景。
我们再来看他的描述啊，仿佛这一幕很像是出现在火星。之前宇哥就讲过，美国的中情局遥视火星的官方文件，那在那个文件里面就记载了100万年前呢，火星就曾经爆发过核战争，所以这个场景呢，看起来就非常的符合。穿越到过去和未来呢，杰森还在一次星光体旅行中啊，穿越到了地球的内部。自从他的灵魂出体之后呢，他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些灵，那些灵就告诉他呀，在地球上还有着其他生物，他们就生活在地球的内部。那些生物啊，将人类散发出来的负面能量来吸收，当做他们的食物。在杰森下潜的过程中呢，他的确就看到了几个黑色的生命体。那些生命体呢，能够行走，拥有自己的思维，但是他看不清楚啊，他们的生命体征到底是什么。但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呢，杰森的堂妹珊卓拉呢，告诉他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此之前，杰森啊，从来没有把自己是星际种子，包括可以进行星光体旅行的这件事告诉他的堂妹。也就是说，他的堂妹是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珊卓拉便对这个杰森说啊，自己的灵魂其实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如今啊，生在这里来就是要与那些邪恶的蜥蜴人做斗争。杰森一开始还有些诧异，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所见的那些黑色的生物啊，竟然是蜥蜴人。在之后的星光体旅行之中，杰森也曾与高我进行过沟通，高我就告诉了他说啊，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是只有一个世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之外呢，有无数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呢，又都有着一个又一个的空间。就比如我们所处的3次元空间呢，再往上是4次元、5次元等等，而每一个次元的空间都有着无数个平行的空间，这些空间呢，都是由无数个次元而组成的。就如同我们所处的3次元空间一样，高我所传送的宇宙信息呢，与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物理天文中所学到的存在的现象都十分的类似。在遥远的过去呢，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维度啊，是可以相互联系的。这样的存在呢，就如同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而这张大的蜘蛛网是以太的本质，是一个连接着不同的时空与维度之间的门户系统。有了这个网络呢，你就能够去到其他的空间，甚至是可以穿越时空。但是制造出这张巨大蜘蛛网的人呢，被称作上古造物主。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拥有着无比强大的实力，拥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科技，他们的气息遍布整个宇宙。这些造物主们在很长时间之前啊，就已经扬升了，所以他们制造的这张巨大的蜘蛛网后来就被别有用心之人所控制。而为了统治其他星球呢，他们就断绝了其他星球之间的联系。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呢，这些人就征服了不少类似于太阳系的星球，这些星球上的征服者都被称为蜥蜴人。所以蜥蜴人在宇宙中很常见，他们并不是从一颗星球上来的，他们是从另一个宇宙而来。根据杰森的说法呢，人类的身体里啊，也有一些蜥蜴人的基因。现在生活在地表的这波人类啊，不是自然进化而来，而是外星生物在地球哺乳类生物的基础上，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出来的。之后呢，杰森在一次星光体的旅行中啊，他说我还遇到了3个蜥蜴人，这3只蜥蜴人都很高大，浑身上下呢都是青色的鳞甲，有些呢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一双眼睛呢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地球上常见的爬虫，只是瞳孔中啊有一条竖线。蜥蜴人呢也和我们人类一样，他们也有善恶之分。一般而言呢，蜥蜴人主要有2个派别，一种是精神上的高度进化派，他们来地球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有准备的人类进行精神层次的升华。这就跟非洲先知口中所说的盘古沃娃一样，应该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盘古族和女娲族了。而另外一个势力呢，则是掌控和影响着许多星系的强大势力，也就是杰森堂妹珊卓拉正在对抗的黑暗势力。而杰森呢，还在一次偶尔的穿越中呢，穿越到了2700年的地球上。他说那个时候的人类呢，已经被人工智能彻底掌控了，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植入了程序的机器人，变成了一个半人半机械的存在。而每一栋建筑呢，也都是被人工智能控制着。所以杰森说，还记得我曾经去过一次未来吗？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核战争。这场核大战的起因呢，其实就是2个外星种族为了控制地球而大打出手。那么这场大战的双方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一方是蜥蜴人，一方是虫族。在那个时代人类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已经彻底被 AI 所掌控。杰森就说，在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呢，则是一脸惊魂未定的表情。他一直在告诫现代社会的人呢，千万别将芯片植入自己的大脑，也不要过度的依赖人工智能。
但愿呢，这一切还都不算晚。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